大家好，我是 Peter， 這是四方向飛行器教學的第4章。這章會教大家製作儲存元件，使得訊息可以傳遞到飛行器移動之後。上一章就有提到，線路其實就是細胞的擾動，因此運作中的線路會和四方向飛行器移動時產生的衝擊波互相衝突。如果要將訊息傳遞到飛行器移動之後，我們需要將資訊放進儲存元件中。在這裡，我先用一個例子說明儲存元件的原理。這個是前面章節介紹過的轉向元件。黃色細胞觸發藍色細胞使其轉向。只要斷開黃色細胞和藍色細胞的連接，在下次觸發黃色細胞時，藍色細胞就不會觸發。因此，我們可以再新增一個紅色細胞。紅色細胞會在移動後將這個方塊向下移動或是向上移動，做出開關的效果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不管是開或關的狀態，被移動的方塊都還粘在細胞上，而且細胞的配置都是合法的，不會有額外的碰撞。也因為如此，製作儲存元件的難度會更高。雖然儲存元件的製作較困難，但元件的類型其實還不少。接下來我會用之前做的 Termite 來舉例，裡面有許多有趣的儲存元件。在這個地方有2個儲存元件，這2個儲存元件的結構和前面提到的例子是一樣的。下方細胞移動時會移動這2個方塊，使得總是一個方塊在上，另一個方塊在下，用來切換0、1的狀態。這邊還有另外2個儲存元件，和前面不同的是，下方線路移動的方向是相反的。同時，移動的方塊換成了活塞。這4個儲存元件是最容易使用的，因為輸入和輸出的線路都在上層，開關都在下層，可以很容易做出整齊的布局。在 TFF 的地方也有一個儲存元件，上層線路輸入，下層線路輸出。作為開關的線路將活塞平移，使得每2次輸入才會有1次輸出。在角落還有一個儲存元件，這個元件充分體現出了線路的方向性。這個元件從下層線路輸入，上層線路輸出，而開關線路是下層線路的反方向。因為開關的線路和輸入的線路不會同時觸發，因此可以非常巧妙地壓縮空間。最後，在這個區域塞了4個儲存元件，這些儲存元件共用細胞互相重疊。上層有2個輸入線路，但每次只會有1條觸發。中間的是開關線路，使得4個輸出線路每次只會有1條觸發。
分別對應到飛行器的4個移動方向。因為這部分比較複雜，我們一個一個來看。如果觸發了右側的輸入線路，線路會往反方向輸出。但如果之前觸發了開關線路，則會改成向前輸出。如果觸發了左側的輸入線路，線路會向右輸出；但如果之前觸發了開關線路，則會改成向左輸出。前面介紹的儲存元件都有一個缺點。由於我們使用粘性活塞來斷開2個細胞的連接，因此只能做到0到1或是1到0的切換，沒辦法直接寫入0或1。如果要做出可以寫入0和1的儲存元件，我們可以用2個活塞取代粘性活塞。然而，這也意味着線路的數量會增加到4條。也就是輸入、輸出、寫入0和寫入1。這是其中一個例子。黃色線路是輸入，藍色線路是輸出，紅色線路是寫入0，橘色線路是寫入1。可以看出，觸發紅色線路後，黃色和藍色細胞會斷開。相反的，觸發橘色細胞後則會連起來。這類儲存元件的研究還很少，因為細胞配置的要求又更高了。然而，如果未來要做出更複雜的邏輯電路，這種可寫入的記憶體將會非常重要。儲存元件雖然結構複雜，但它的應用不只是在儲存訊息。如果仔細觀察，它也是一個 AND gate。在4方向飛行器中，即使是相同的元件，輸入的方式不同，也會有不同的功能。在下一章會開始介紹重要的邏輯元件。謝謝大家。